这么一个杀手，他制服不了王贵平。王贵平能是他的威胁吗？杀了一个王贵平这样碍手碍眼的人，留下2个可以操控的人，同时呢，他又可以得到一笔财产。七月，你这么一说，听得我头皮有点发麻呀，毛骨悚然。那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证据啊！证据，再听听，再放一遍。哎，这个好，罗总，这个好。哎呀，我等下。哎呦，多少斤？这，哎呀，罗总厉害。喂，好，知道了。怎么了？向科长来的电话，说市局刑侦支队还在查渔船案。怎么可能呢？陈叔不是说了吗？正当防卫1天都不用坐牢。向科长亲耳听到的，请他们在讨论，万一有人买通郑铎，上船杀人。这狗皮膏药硬还接不下来，不就是个中院副院长吗？你找陈叔聊聊。怎么又是你啊？什么叫又是我？你姐夫给我打电话，说他不放心你，让我过来看看。我都已经是成年人了，他什么意思啊？让你跟踪我？我可没工夫跟踪你，郭伦。郭伦，我不知道有一句话你有没有听说过？在这个世界上，你所担心的事情99%是不会发生的。谁说的？谁说的？反正不是我说的。卡耐基。行了，哎，都已经来游乐园了，你杵这儿干嘛？走，我们去玩去啊！走啊，走，你想玩什么？罗总说了，你之前可是夸下海口，说正当防卫是可以免除刑事责任的，你可别忘了。如果这次真坐了牢，以后的日子你也不会好过。这事儿只能怪他郑铎自己，我可以不管他有没有撒谎，是英雄还是狗熊，可那点钱那么重要的一件事，他为什么不提前给我打好招呼？现在怕就怕法院抓住他这一点，他就吃不了兜着走。谁吃不了兜着走，我不在乎。我要的是最后的结果。回来了，我给你做包子吃啊，保证你爱吃。
累了吧？啊？喝点水。怎么了？生气了？今天没陪你，跟你赔礼道歉。对不起啊。我想姐姐。是啊，我也很想他。即使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死了，我们也不能放弃。姐夫，真的爱我姐姐吗？哎，有时候我想，我可能比你更爱她，比你更想她。好了，收拾收拾，一会儿吃饭啊。什么？你叫我证明郑铎患有间歇性的精神病？开国际玩笑。好。那我也告诉你，我已经联系过郑铎的养父，他也承认，在郑铎的小时候虐待过他，他表示非常的后悔，准备也向法院提出精神鉴定，相信法院也会予以批准，所以到时候你就可以给出鉴定结果。你影响到我的工作了，知道吗？如果你方便的话，请你出去拉上门。董主任，您知道我做律师这么多年，体会最深刻的一句话是什么？好像你没听明白我刚才说的话，请你出去。那就是人言可畏。什么意思？您前天和昨天在珠海参加精神健康国际学术研讨会，但蹊跷的是，您那个叫曲山的女研究生竟然也出现在珠海，并于晚上10点16分进入您下榻的酒店房间，早上6点21分才离开房间，直接打车到了机场。直到今天下午4点45分，你们先后分别乘坐不同的班机从珠海回到蕲州。我是不太想让这段珠海奇遇的照片流落到她的老公和您妻子的床前，因为毕竟您是蕲州最受尊敬的精神鉴定专家。齐员好。老牛哟，谢啊，你找我。检察院刚刚送来的书面通知，郑铎的父亲提出，被告人从小有精神疾病，要求做司法鉴定。有精神疾病，看来他们是铁了心要做无罪辩护。这么镇定、这么冷静的一个人，他要有什么精神病的话，那等于拿了一张免罪的杀人执照。照道理来说，医生他是可以对当事人的精神状态进行描述还有推断，供给法官作为参考，但是没有办法替代司法机关进行司法裁判的最后结论。马德松啊，可以做功课。老牛，根据现有的起诉材料，咱们调整新的思路。你放心，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审判长，辩护人申请出示一份精神鉴定意见书，以证明被告人郑铎患有间歇性精神病，他在造成王卫平胸口最后一刀致命伤时正好犯病，依法被告人应当免除刑事责任。审判长，公诉方此前一直不知道郑铎有精神病史，郑铎的养父提出了此项申请，所以公诉方按照所有的规定，
依法监督了精神司法鉴定的全过程。沈班长，辩护人还想请求传唤董兴，他是蕲州精神司法鉴定中心的办公室主任，也是这次鉴定意见书的主要负责人。他可以证明这份鉴定意见书的真实可信性。同意。沈班长，这份报告你们也看过了。我的当事人郑铎从小出生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3岁那年，他的父母因为一次误食农药而去世。更不幸的是，年幼的他被狠心的叔叔卖给了人贩子，人贩子辗转又将他卖给一个官夫，这官夫就是他现在的养父。辩护人啊，注意简明扼要。好的，沈班长。请问鉴定人，这样的经历会不会对我的当事人日后的人格成长形成影响？我只能说有可能。后来，他的养父对他常年毒打，从3岁一直打到了18岁，这样的经历会对他造成影响吗？这要看个体，因为每个个体是有差异的。我只能说，被告人童年的经历对他的心理和他的人格的形成，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好，说得好。我的当事人在长期的虐待当中患上了精神病，但不是永久性的，只是间歇性的。只要受到一定的外部刺激就会并发，在并发时，完全失去自我意识，成为一个无行为能力的人，是吗？是的。根据我们对郑铎的童年和青春期他的经历进行分析他有可能患上精神病。是确定患上，还是可能会患上精神病？我刚才说的是诱因。前几天，我们对被告人进行了全面的精神病学的鉴定，通过采取各种的测量工具得成的数据来看，专家组一致认为，他的确患有间歇性的精神病。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就可以触发被告人的间歇性精神病？我们根据对被告人的童年经历进行分析，被告人在童年的时候，他的养父经常当着他的面杀死一些小动物，以此来恐吓他，并且用小动物的血抹在他的脸上，涂在他的身上。久而久之，他会对血产生恐惧，这种恐惧就是一种外在的刺激，作为触发条件，诱使被告人发病。一旦发作，他会对任何流着血、沾着血的东西进行攻击，以此来平复他的恐惧感。好，那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渔船案最后一刻的案发经过。王贵平受伤后躺在了甲板上，血从他的身体下慢慢的渗出。就在这一刻，我的当事人看到了地上的血，在那一瞬间，他受到了刺激。最终，他的间歇性精神病被诱发，失去了自制力，一刀捅向王贵平，是不是？根据鉴定，可以这样认定。合议庭，我的当事人郑铎确系患有间歇性精神病，且他在杀死王贵平时正处于犯病状态。沈班长，我的问题问完了。公诉人需要提问。公诉人开始。既然看到血就要杀人，那么在本案中，当王贵平杀死胡白、杀死何守义时，被告人也见到了大量的血，那个时候他没有发作，而当被害人王贵平奄奄一息的时候，他就发作了，这是为什么？我刚才说了，它不是固定的，它具有随机性的。也就是说，当被告人郑铎捅王贵平最后一下时，他的病有可能被触发，也有可能没有被触发，是不是？是不是？
专家组鉴定，他的确患有间歇性的精神病。请听清楚公诉人的提问，我是问，当被告人郑铎杀人时，他到底有没有发病？通过催眠模拟的手段还原案发的现场的场景，我认为就是发病状态。只是你认为？难道这只是你的一种感觉，而并不是你的鉴定结论？这就是我的鉴定结论。好，在鉴定组专家内是否存在反对意见？有。审判长，这份精神鉴定报告只能够确切地证实被告人郑铎患有间歇性的精神病，但在案发时是否处于发病状态的证明力尚存有疑点，所以公诉人有理由提出对被告人郑铎进行2次精神鉴定的申请。什么意思呀？公诉人提出要2次鉴定。哎，陈叔啊，你到底是搞得定还是搞不定啊？啊？你给我听着，别坏了我的大事儿啊！按照刑法中关于精神病人犯罪的司法解释，如果可以证明他在作案的时候发病了，的确就可以免除他的刑事责任，对吧？关键还在于认定。虽然有专业的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以及专家证人出庭支持，但合议庭还是要谨慎、谨慎，再谨慎。采信的权利呢，在法院。哎，你们注意到没有？公诉人最后的疑问很有力量。不对，这个鉴定书有问题。他的意见栏里面写到的自知力无，是指被告人在面对血迹时引发的这个状态，但是并没有鉴定出被告人在案发时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消弱到什么程度。所以以这个结果来判断，被告人在案发时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完全丧失，太片面了。祈愿，你有听？刚才来的路上有人给我塞了一封信，让我交给你。交给我？我给大家念一下啊。出于职业道德和医师精神，我必须站出来举报，此次精神鉴定小组存在违规现象，请求法院不予采信，进行再次鉴定。因我始终不能忘记希波克拉底宣言，我应尽我所能为病人谋利益，杜绝一切堕落及害人的劣行。我的双手应该用来救人，以彰显神赐之医术的无上光荣。我为一切用医生之双手犯下罪恶的同行深切忏悔。董医生，该下班了。加号的都进来吧，能看一个是一个。好。郑铎，精神鉴定的方法复杂多样，而且是根据不同的个体针对性的进行。刚刚2位专家给你做了国际通用的量表测试和面谈。你小时候受过虐待的遭遇，的确是令人很心痛。这些过往的经历给你的心理造成了很多的阴影。我个人还想对你进行一次催眠的治疗网络，以便更好地获得你当时的心理发展状况。你只要完全放松，配合我就行。当然了，我们本着的是自愿的原则。自愿？那我可不可以不做呀？你是不敢吗？
我有什么不敢的？那我们开始吧。老师，你是不是要整一个怀表，然后在我面前晃呀晃呀晃？那玩意儿对我没用。根据这份鉴定书，你们鉴定小组是不是可以做出结论？郑铎并没有患间歇性精神病。是的。请简单的陈述一下你的理由。专家组采用了国际通行的精神鉴定方法，可以确定，被告人在小的时候的确遭受过养父的虐待。我们还了解到，在他15岁以后，就有了明显的反抗意识和心理阻抗模式，甚至曾经为此和养父大打出手。这足以证明，他对养父的这种行为有着清晰的是非观和憎恶感。通过对测量结果的分析，专家组给出的结论是，他的精神结构并未偏离常态。另外，被告人无法提供既往的发病证明，对以往发病的情形无任何清晰具体的佐证。当本案的被告人郑铎看到本案的被害人王桂平突然流血的时候，是否会突然之间的发病，并且无意识的将其杀死？就专家组的结论来看，只能是否。本庭清楚了。现在听取公诉方的意见。被告人杀死被害人是主观的、有意识的、故意而为之的，还是非主观的、无意识的、非故意而为之的？请明确回答。专家组的结论是，他杀人的行为是主观的、有意识的、故意而为之的。审判长，公诉人提问完毕。辩护人需要询问吗？不需要，审判长。但辩护人提醒合议庭注意，第一份鉴定意见书依程序进行，同样具有法律效力，请法庭考虑。两份报告的结果不一样，应该采信哪一份的去？这就要看合议庭怎么议了啊。其院的意思是说，案件审理的结论应该由合议庭作出，其他任何人无权干涉。虽然原则上是这么说，但实际上干涉的人多了去了。哎，那些人啊，都是不合理合法的，合议庭是合理合法的，所以啊，要尽职尽责。没错。那合议庭的同志们，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正式的评议，并做出最后的结论。合议庭经过充分讨论，综合本案事实及证言、证物、证据所形成的完整证据链，一致认定被告人郑铎间歇性精神病与案发时的情况不相符合，裁定被告人郑铎有间歇性精神病的结论不予采信。本案事实审理和质证过程全部结束，将择日进行宣判。休庭。两份鉴定意见不一致，这次很难办。这我也知道啊，我要你来就是来帮我解决问题的。罗总，只有最后一个办法，我们就放手一搏，死马当活马医。说，首先，我们得把郑铎的人设做足、做全、做大。他明明是救人英雄，现在却被越描越黑。我们可以找几个大 V 明星的经纪人聊一聊，让他们在自媒体上疯狂地煽一把情，不仅增加他们的曝光率，还可以凸显他们关心时事、质疑权威、为弱者发声的人格魅力，同时也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可以。作为一名律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我的最高目标。只要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只要对我当事人有利的事情，我
都可以做。如果辩护律师都不能据理力争的话，那就没有人能帮得了被告人。在我面前演上了，感觉自己像个好人了是吧？冯总，这事接下来该怎么做，你心里应该清楚了吧？明白。罗总，您放心，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一定给您干得漂漂亮亮的。行。对了，至于你上次要帮你帮忙什么经营许可证啊，都是小事儿，我呢都能给你办齐了啊。关键是在于我们之间的情谊，对吧？谢谢罗总，谢谢。哎，到了。林阿姨，再看看这个。哎呦，这不是苏总吗？哎呀，你说这相约不如相遇啊，在这儿幸会到你。封总也有雅兴来看古董。嗨，就好这口。哎，我听说你们罗总最近得了一对好瓶子，乾隆的。封总也听说了。嗨。听说了，我这不请罗总打高尔夫的时候，他偶尔说起的。他说，那对瓶子器型比较小，但是品质上乘啊，罗总都赞不绝口。所以，封总想收购？哎，不干，我怎么敢收购罗总的宝贝？其实是我们家老爷子，他想得的。啊，你老爷子说了。他这辈子啊，就对这些历朝历代的瓶子感兴趣，人家下辈子投胎都想把自己变成一个瓶子。你说这？那行，那看在老爷子的份上，我替你向罗总求求。哎呦，苏总，您替我说说好话，我这儿替老爷子谢谢你。嗨，其实我当面问过罗总这瓶子的市价，罗总怎么讲？他说，至少也得上百万吧。小苏啊，谢谢你送我回来，我先走了啊。林阿姨，您等等。这是什么呀？从文物展厅出来啊，我就给罗总打了一个电话。罗总他说了，管他这个总那个总的，一律免谈。这个瓶子啊，天生就是林阿姨的，只有林阿姨的身份和地位才相配。绝对不行！哎，罗总他还说了，如果林阿姨觉得这个东西碍眼，回头啊，他让封总来找您，任凭林阿姨随便处理个价钱。小苏，我跟你说啊，这个东西我是绝对不可能收，我们家老吴也绝对不可能让我收。来，我帮你放回去。林阿姨，来，我帮你放回去。哎，林阿姨，我绝对不可能这样啊！好了，林阿姨，行，我们知道了。小苏啊，你回去呢，转告小罗，就说我跟老吴啊，都把他当亲生的孩子一样对待，我替他打打招呼、理理关系，那都是应该的。你们要老是这样的话，那就生分了，知道吗？好，我回去啊，一定转告罗总。以后我能帮得上忙的地方，我一定会帮小罗的，叫他放心啊。谢谢林阿姨。好，先走了啊。哎。这么贵重的瓶子，说扔就扔了。你要是喜欢，回头我叫罗总送你100个。这是我们立案厅今天拍的。这个是渔船案的家属吧？对，你看啊，这个是何守义的妻子，这个是他女儿，
那个是胡白的妻子，边上是媒体人。哎，我跟你说邪了啊！今天这媒体人来特别多，好家伙，得有15、16个了。这个是，这就是刘凯的母亲呢。家属的心情啊，我都能理解啊。关键是你们和院办的同志都辛苦了。辛苦是应该的，但是我就希望咱们合议庭赶紧判，该杀的杀，该关的关。尤其是那个戚文静，太残忍了，我就觉得必须给他判死刑，才能给老太太一点点安慰。你也觉得应该判他死刑？案情我是不了解，但是你看视频里头那祖孙俩，太可怜了。哎，你这2天有没有刷那个微博朋友圈啊？就是现在有几个记者，还有一个女明星。我跟你说，那女明星演那个，还演那什么来着？演那个。说重点啊，说重点。就是这一波人啊，他们去了那个郑铎养父家里头，拍了一段视频嘛。视频里呢，这郑铎的养父啊，哭得稀里哗啦的，说是特别后悔从小虐待了郑铎，还说郑铎这个人从小正义感十足啊，那绝对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不可能故意杀人，那必须是救人，得是英雄。还有这波人，我跟你说也不嫌事儿大，我跟你说啊，他养父家里的情况是不太好，他们就把这家徒四壁情发网上去了，然后极力的渲染，说如果法院给郑铎重判了，那这留下一个瞎眼的养父怎么办？养父说着说话要去撞墙，说是要给郑铎赎罪。哎，这个媒体啊都不知道真相，但是这个承办法官呢，我想啊，他自己心里边会有一杆秤的。是，这个咱们是明白，但是我跟你说，老百姓的情绪是特别容易给煽动起来的。你不信，你到那个下方评论区你去看一看，好家伙嘛，现在炸翻了天了。还有一个导演说要把郑铎这件事儿拍成电影，你说好笑不好笑啊？喂。哦，行，好。吴书记，林青老师问您晚上几点能回家吃饭啊？怎么了？林青老师说家里来客人了。谁呀？就是您那个老战友的孩子，罗怀公。好，知道了。哎，这豆腐太好吃了。吃完了吗？啊，完了，我来做。哎，小新来。小罗先去做啊。哎，两位辛苦了啊！好日子真是。你把他这酒收的放好的。哎呀！哎，对了，你俩喝点什么茶呀？不用客气了。哎，那个普洱。好，等着啊，给你泡去啊。跟你爸在云南前线的时候，喝的就是普洱。哦，现在是分精细了。什么老班章了、冰岛了、西归了，什么义乌了，炒得很高。是挺贵的，现在。那时候普洱是大众茶。赵大娘又晕倒了，她的儿子就是渔船案中4个死者之一刘凯，而杀死他儿子的人竟然是赵大娘的儿媳妇齐文静。一边是白发人送走黑发人，一边是8岁的孙女失去了顶梁柱的父亲，这叫这位70多岁的农村大娘怎么活下去？哎呦，你这都回到家了，你还看这些干嘛呀？真是。小罗，喝茶啊。好嘞，谢谢啊。烫啊！吴叔叔，这茶真香啊！啊，你来我家不是专门来品茶的吧？有什么事儿说。吴叔叔这一眼就看穿我了，说的我都不好意思说。嗨，跟我没什么客套的。也不是什么别的事儿，就是我刚才电视里放的那事儿。渔船案啊，你跟渔船杀人案有关？啊，不是我，是那我兄弟郑铎。
他呀，真的挺可怜的。他小时候啊，被他养父给虐待了，得了间歇性的精神病。前阵子吧，我看他状态不太对，我就让公司给他放个假啊，让他到海边去散散心，度个假嘛，调整调整。可没曾想到，哎，碰上了劫银行的那个王贵平，他为自保没办法，才把人给。现在要给他定性，让他负责，你说他多可怜一人啊！你跟他是怎么认识的？我呀，小时候住在机关家属院啊，家属院门口有个胡同，我呢得罪胡同里的孩子了。有一天啊，我被3个胡同的孩子追着打，这个时候啊，郑铎出手相救，把我给救了。事后我就问他了，你为什么救我呀？他说他见不得我被人欺负的样子。哦，他是见不得，我是想象不出你被人欺负是什么样的。要我看来呀，这个郑铎是条汉子，真的，他算是个英雄啊！要不是他出手的话，哎，那2个人能活着出来，早就被那王贵平给捅死了。贵公啊，法院姓什么？人民法院。你是相信人民法院，还是相信你那个朋友？可是啊，我就说远点啊，这个事儿啊，真的非常复杂。这万一判错了，对吧？这个影响多不好啊！再说了，齐州中院又是在您领导之下的。错。法院独立办案，不是在我的领导之下，他的上级业务指导部门是省高院。那不管怎么样，都是党领导，对吧？党领导一切，在齐州，您就代表党啊。又错。党在齐州的具体领导是齐州市委。行，就算是市委吧。什么叫就算呢？就是。吴叔叔就是个认真的人儿。哎，吴叔叔啊，我听说那个齐衡，听说什么了？这个齐衡挺有背景的，后台挺大的，要不然的话，怎么一下子就空降到我们齐州中院当老三？您都没拦住啊！哦，我干嘛要拦他呀？你这小道消息啊，不怎么样。告诉你，齐衡是我专门要来的。是您啊？对。哦。哎呀，我还听说呀，这齐衡有一个家属，刚刑满释放。你想有这么一个形制的家属，这个影响多不好啊！第一，那只是齐衡的亲属，不是家属。第二，我们用他，又不是用他蹲监狱的亲属。他办的案子是好是坏，水平如何，你就不要操什么心了啊！小罗啊，你以后没事啊，就常过来啊，陪你吴叔聊聊天。谢谢林阿姨。哎，对了，林阿姨，我澳门的那个生意伙伴孔总啊，给了我一个好东西，我给你拿啊。哎，不，小罗，不要再给我送东西了。上回那乾隆的瓶子我就没要，你怎么又给我送啊？哎呀，这回不一样。不像上回那么夸张，这只是一个从欧洲回流的古董小瓶子，您懂啊？落我手上我不懂，白瞎吗？小罗，你不要再为难我了，好不好啊？反四风，反四风，你吴叔天天在我耳朵旁边念经呢。我疯了，赶紧回去吧。行啊，好，常来啊，小罗。再见。哎。
别看了，吃水果。老吴啊，我觉着今天那个小罗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你听见了？听了啦。其实，你给法院打个招呼，不就一个电话的事儿吗？人家老罗为了你把命都丢了。再说佳佳在那个澳门上学，小罗帮了不少忙呢。哎，我得纠正你一下啊。佳佳是靠自己的成绩考上大学的，考上奖学金的。小罗没帮上一点忙啊。现在什么政治形势知道吗？反四风，反腐败。你连人家饭都没吃过一口，你腐败到哪儿了你？我没说我已经腐败了，但是咱得提高警惕吧。好，提高警惕。对了，我得交代你2句。你是我老婆，是领导干部的家属，所以政治规矩你得懂。你是我老婆，是领导干部的家属，所以政治规矩你得懂，不能把社会上的、外面的那些负面影响带到家里来，一丝一毫都不行，明白吗？这堂课我已经上了好多遍了，我早就明白了啊。咱不说了啊，来，再吃一块，可甜了，来。坐，躺着，好，躺着。一天到晚老躺着。哎呀，哎，趁中午休息的时间来看看您。院里这么多事儿，那么忙，你就别来了。我今天来啊，一是探病，二是有件事儿想跟您汇报汇报。启恒，启恒，你快看！啊，他是不是在船上杀人？哇，这个案子关注度很高啊！你看，点击率都过1000万了。就是他抓走了姐姐。他眉头上疤痕，我是不会记错的。如果要是这样的话，等这个案子审完了，我好好跟公安机关说一说，让他们再重新调查一下。行了，他怎么可能说实话？你答应过我的，你说一定会找到姐姐的，现在说话不算话了？我不是说话不算话，我是在跟你讲道理。那法律的事情，怎么能随随便便就做交易呢？这都5年了，要有别的办法，早就找到姐姐了。现在这是最好的机会，你就这么不在意我姐？我不是不在意你姐姐，一个案子归一个案子，你不能都掺和在一起啊！你还是不相信我？哎，国伦，国伦，你去哪儿啊？喂，国伦，怎么出狱不联系我呀？你谁啊？嘿，我谁？范大志啊，我谁？范大志。范大志，阿伦，兄弟，想死我了，想死我了！终于回来了，太久没见你了。头
短多了，你也帅了呀！来，坐，怎么样？还好吗？在里边特苦吧？哎，行，没事啊。幸好你在哪儿？幸好你快来救我，我好害怕。我可多话想跟你说了，我这一肚子话呢。哎，你不在这日子呀，我真无聊啊！天，喂，跟我同学在一块儿呢。我知道。行，我给你发个定位，可以了吧？还发定位？一个特别多事儿的姐姐。哎呦，现在连姐姐都泡了，无聊不无聊？正经点啊！哎，正经，说个正经事儿啊！我现在呢辞职了，我打算创业，做游戏公司，怎么样？有没有兴趣跟我一块干？我现在很多东西还是学习阶段，现在学黑客技术，我还不够成熟。没事儿，你那技术我还能不知道吗？黑客别黑了，我告诉你，现在就做游戏，手机游戏，我跟你说大挣，怎么样？爷爷，你都起来是吧？队长，队长，有日子见。审委会25个人，招了17人，2/3以上，可以开始。哪位同志先说？我先来吧。好，肯定大家都有一些自己的分析判断，我也有自己的看法。但是说之前呢，我还是想先听听，恐怕大家也都想先听听分管刑审的齐副院长对这事的指导意见。确切说吧，就是对3位被告如何定罪量刑。现在争议最大的就是在郑铎的定罪量刑上，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其实呢，我还是那个意见。这个郑铎啊，一开始他就想抢那袋钱，他为了让别人啊不知道这袋钱的来路，所以呢，将王贵平杀人灭口，犯了这个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情节呢比较严重，最高可以判到死刑。如果这样的话，那还真有点对不起。我们跟你的看法有一些冲突。有冲突好啊，真理越辩越清，啊！不过，周厅长，你刚才说的我们，是说的我们审委会大多数吗？啊，口误。我的意思是我自己。要不，我先来谈谈。好。我认为齐院长说的抢劫罪，证据是不充分的。首先呢，这些都是合议庭的一个推测。注意，这仅仅是一个推测，我们并没有实质的证据来证明郑铎想侵吞那袋赃款。根据卷宗，他是在制服王贵平之后才发现的那袋赃款，这其中我并没有发现什么预谋抢劫的犯罪事实。我同意董厅长的意见，我判定抢劫罪不成立。他捅王贵平的最后一刀，鉴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形，按照故意伤害罪中的防卫过当原则，我认为对他酌情予以减刑是符合法律精神的。我不同意。老牛，审委会尊重每一位同志独立选择。刚才呢，董厅长从细节上谈了一些对此案的看法，我想再从宏观上聊一聊我的想法。咱们国家的司法实践呢，是一个逐渐完善和进步的过程。最高法这些年一直都在强调慎用死刑，这个慎
就是要我们谨慎，能给人真正悔过自新的机会，那才是善良的法治。这个卓厅长的意见呢，我想啊，我赞同一部分。慎用这个死刑啊，这个慎，除了谨慎，还有审慎，是我们对死刑、对法律的一种敬畏的精神。除了敬呢，我觉得还有畏。在这个王贵平受了伤的情况下，郑铎呢，就轻而易举地剥夺了他人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谨慎地不判他死刑。那杀一个人的代价就太轻了。那么我想问一下，那咱们法律的威慑力何在？说得好啊！老胡啊，你说说啊。刚才前面几位同志争议也很激烈，我想让大家看看网民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应。这几天我搜了一下，是的，找到了。刘婷，你先看看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到昨天晚上为止，光留言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万。这个发帖子的人认为啊，这个郑铎他就是个英雄，要不是他，蔡守渔船他永远不可能安全的回来。那么渔船上的另外2个人呢，也不可能幸存，甚至银行的结案也将石沉大海啊！莫言啊，你的意思，郑铎还成了英雄？那是不是我们还应该送他一面锦旗啊？啊？哎呀，牛婷啊，这个嘛也不可否认，他毕竟是救了2个人嘛。哦，你的意思是说，一个抢劫犯要是杀了一个毒贩，并且抢走了毒贩的钱，那反而是为民除害了啊！老牛，你这是抬杠啊！这分明是2码事嘛！这怎么2码事呢？我觉得这个郑铎啊，和他们说的这个英雄啊，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啊，这个说法，我觉得有些偏差。确，王贵平的死，霍廷的意见也是一种参考。我看要不这样，既然大家的意见总是不能统一，还是走程序。同意表决。同意。圆圆，你的意思呢？那好，那就表决，同意郑铎防卫过当，予以从轻判处，判处有期徒刑6年。请表决。这个会一共到会17名委员，9票已经过半，通过。记住咱。好，咱们先吃午饭，午饭后接着讨论。罗总，你看，广场门口的视频也传到网上了。这静坐抗议的人比我们预想的要多。我没有别的要求，只有一个要求，就严惩凶手。您呢？我没有什么想说的，我只想让凶手伏法。有很多网络红人大 V 都参与了进来，这是一呼百应啊。于主任说，其实我们可以组织更多的人。1天也就100块钱，不过就是坐在那哭一哭，很轻松的。人多人少不重要，
关键是能让吴书记看见就可以了。李秘书，这都是家属吗？是，有的是死者家属，要求尽快严惩凶手；有的是幸存者的家属，坚信自己的亲人都是无辜的，要求法院赶快放人。闹。家属们也就是说，法院一直不给意见，所以才让市委领导替他们定夺。如果再不给个说法的话，他们就准备一起到北京。胡闹！哎，赵林书记，是我。什么？把上访书都递到省委去了？中院不可能懒政惰政。不会包庇罪犯。好，是的，请赵林书记放心。啊，好。杨国良同志吗？虽然说这个王贵平也不是什么好人，但是郑铎他明明是在处心积虑的抢劫杀人，才判个6年。我看照这么下去，用不了2、3年他就可以检验出来了，真是气死我一个脑细胞。不，要是照这样发展的话，再过1、2年就被气死了。我现在就要被气死了。喂，杨院。好。好。怎么样？没事吧？没事。如果我们不严惩凶手，老百姓还会继续上访，这样对其州的平稳发展会不会造成不良的影响？中央、省委乃至全国会不会对其州的法治建设留下负面印象？投资者对其中的投资环境会不会丧失信心？总之，这一切后果我们都要考虑，不能让老百姓对政府丧失信心。领导还询问情况，对郑铎的量刑感觉到诧异，问在法理上能不能站住脚？家属的视频都上了头条了，这网上议论暴增啊！从昨天开始，竟然还有一个网上发起的在线静坐活动。静坐活动，我看看，他们是要干什么呀？这是用来声援郑铎的。一个重大案件往往要承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啊，所以啊，这就要求我们法官的脑瓜一定要保持清醒。我就奇了怪了，你们说啊，今年光渔船案发生的就有300多起，所有死亡人数加起来比我们这个单个案件多了，造成的损失也比我们这个案件大多了。以前从来都没有发现说老百姓对这种渔船案件特别感兴趣，为什么就单单对我们这起那么较劲儿呢？这就叫人言可畏。有些人并不真正的关心一些真相，一个突发事件所激发的想象，如果能够震撼的那些人啊，多愁善感的那颗心，那么哪怕其他的事件，它的后果要比这个事件严重的多得多，但他们依然会天天念叨这个事件，真不知道该笑还是该闹。刘婷，时间到了，该开会了。哦，好，我马上过来。邱文静在杀死王贵平上属于共同犯罪，按情节应该定为故意伤害罪的帮助犯罪。齐文静想推刘凯下船，见其没有落海。老婆，你知道我是爱你，
老五。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想害死刘凯，就算其中有可以终止犯罪的机会，都全然不顾，痛下杀手。这属于含有主观恶意的故意杀人罪，依法予以严判。我认为判处他死刑是合情合理的，同时也给被害人家属一个可够的起到交代。听听，上午还在说慎用死刑，尊重生命，下午说变就变了，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嘛，是吧？谁双重标准？怎么就不是双重标准呢？我这是就事论事。哎，张远，老牛，大家争论的很激烈啊。杨元，我说一下齐文静的情况。这个齐文静呢，杀死这个刘凯啊，他是有原因的，是因为刘凯啊，长期的对齐文静，肉体和精神上进行暴力，这一点呢是有证可查的。可是大家想一想，人活着是要有希望的。如果是前面是看不到头的恐惧，人活着是没有勇气的。在这个时候呢，齐文静在船上好像看到了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啊，可以让他摆脱痛苦，摆脱恐惧。于是他就选择了，但是他错了，他选择了一个毁掉他一生的一个选择，他杀了刘凯。我想问一问，他的这种情况不符合法律当中所规定的减轻的这个标准吗？难道非得让一个孩子，一个7岁的孩子背负一生没有父母的痛苦吗？菊儿，你这个才是双重标准。郑夺救人你不考虑啊，齐文静，你反倒要仔细考虑起来了。你说的对，啊，不应该有双重标准，应该统一标准。每一个案子，每一个人都要做出最符合事实的审判。如果我们有些人为了其他的目的，不管是为了社会的稳定还是经济建设，或者是他人的仕途，我们来操弄法律的话，那我们就对不起我们身上穿的这个法袍，我们就没有资格今天在这里讨论这个讨论那个，用哪一条的刑法来给这个人定罪？因为最应该定罪的就是我们这些掌握法律的人。齐远，不好意思，你说的过于激动了。就是因为他曾经被虐待过，就可以杀人了吗？不错，问题是齐文静在刘凯生命危机的关头，不是过失啊，是主观故意将他弄下大海的。故意杀人的情节非常清楚，而且还有相关人员作证。后来他又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啊，跟另外2位被告共同编造了自行跳海的谎言。请问这一切有符合从轻判处的条件吗？卓铁，我说的是酌轻轻判的基础，它有这个可能。既然这样，看法尖锐对立，无法统一，还是投票表决吧。我同意。我建议判齐文静死刑，但缓期2年执行。8票，差1票。同意判处齐文静死刑的，等等，
我同意判处齐文静死刑，缓期2年执行。九票，9票，死缓通过。全体起立。现判决如下：合议庭经过充分讨论后，一致认为，被告人齐文静杀死王贵平，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杀死刘凯，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被告人李宇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被告人郑铎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齐远，啊？为什么？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郑铎他装病就只判了6年，而齐文静他那么可怜却要判他死刑？为什么？郑铎这个事情啊，既成事实，我们尽力了，无法改变。齐文静呢，的确是罪不至死，但是审委会啊，有一些人的想法很难改变，也许只有死缓，才能说服其中的一个人改变他的投票。可是虽然判了他缓刑，可是也是对他的一种宣判，就等于说告诉世人他罪大恶极，你让他以后如何面对自己的女儿？难道这就是我们追求的法律的公平和公正吗？马拉松，只要人活着，就会有希望。这个法律又不是给齐文静一个人定的，又不是只判他一个人的死刑，你为什么不想？法律救了他呢，现在给他判了一个死缓，没准啊，他可以通过这个死缓，变成无期徒刑，也可以变成20年。如果你今天纠结，那没准最后的结果就是必死无疑。如果不能白纸黑字按律执行，宣判的结果都是要靠人投票的话，那我们辛辛苦苦，我们学了4、5年才考过的司考有什么意义？我们那么辛苦背的那些法条又有什么意义？马拉松，你不能以偏概全。你问刚才说的，法律还有公平公正吗？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法律，也没有完美的审判。那任何对事实真相的审查，都是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件的重新理解，所以它不可能没有偏差。如果我们要能做成这样，就已经不枉法律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了。齐远，好了，你别说了，我知道你想不通，想不通，你慢慢想，我相信你会想得通。对了，郭伦怎么样？他挺好的，他现在住在小学同学范大志的家里，然后1、3、5照常去上手游开发课。好，哎，我也是真服了他了。
马松。不好意思啊。在我们的时候打开。来，你特意来找我的？我问你，你是不是也是渔船案的法官之一？嗯。这人资料你有吗？郑铎？你要他的资料干嘛？我严重怀疑我姐的失踪跟他有关。你有证据吗？我亲眼所见。我清楚记得，当时在游乐场，我姐是被一个左眼旁边有疤痕的男人带走的。郑铎他的确左眼旁边有一道疤，可是这世界这么大，不一定只有他一个人是这样的。桂纶，你姐姐这事儿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你真的还能记得住那个人的长相？你真的能够确定那个人就是郑铎吗？我不确定，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一定有问题。什么问题？你想啊，渔船上有8个人，死了5个，而且其中1个还是记者，这也太巧了吧？你说胡白啊？胡白他可不是被郑铎给杀死的，他是被那个逃犯王贵平给杀死的。谁能证明？什么意思啊？我是说，谁能证明胡白一定是被王贵平杀死的？换句话说，就是谁能证明胡白就一定不是被郑铎给杀死的？这也太巧了，只要有这个人在，就一定有记者出事儿。这该不会只是我们的臆想吧？哎，我问你，你到底帮不帮我查？不帮我查，我走了啊！哎呦呦，你别急，我又没说不帮，我帮。谢了啊！哎，你刚才那个，特牛。You can you up, no can no baby。我想国念的案子会有进展。老家，我非常了解你的心情，但是单凭直觉不够立案的标准啊。我知道，我也就跟你说说。再说了，国建的案子你又不是不清楚，但凡有一点线索，早就有进展。咱们不能单凭一个直觉去把人抓起来了。还有啊，这个郑铎现在已经在监狱里。慢点，罗总。没事没事，你先坐。哎呀，罗总，要不要我去给你倒杯水？没事没事没事，不用，没事。那都不早了，你先回去吧。啊。张工他们还等着您给北城3期的项目规划书做指示呢。要不明天再说？对，明天再说吧，明天再说。好，回去吧。好，那我先走了。
跟我作对是吧？那只能跟你说拜拜了。我跟你男人之间的事儿还没完。哎，怎么着？真想好了，不跟我这住了？你回去干嘛去？再不回家，谁去监督他去找我姐啊？那倒也是。哎，要不然这样吧，我送你回去，正好啊，我这好长时间没见你姐夫了，一肚子话想跟他说呢，怎么样？不方便，我先不回家，先去参加他一个亲戚的生日。不是，那你带我一块儿不就完了吗？不方便，走了。别，不是你带我跟你一块儿呗，走。哎，要不是菲菲生日啊，还请不动你这个大领导。哎呀，你净瞎说，嫂子。哎呀，我早就想啊，看看你。哎，郭伦来了。哎呦，你看你太客气了，还带什么蛋糕啊？快快快，坐。哎，人都到齐了，开吃吧。国伦，跟你打招呼呢。嫂子。哎，真帅啊！都这么高的大小伙子了，别客气啊，吃。菲菲，生日快乐！菲菲，你郭伦叔叔祝你生日快乐呢。哦，谢谢。菲菲，哎，眼睛好点了吗？好什么呀？你堂哥虽然生意做得算是不错，可他常驻外地，忙得不可开交。毕竟全公司这么多口人，要张嘴吃饭，就我一个人，在这办着街道幼儿园，既当爹又当妈，也想不到什么好办法能帮到他。嫂子，辛苦你了啊！菲菲倒是不愁吃不愁穿，可就他这眼病，也不知道以后有没有小伙子能看上他。他早就想多了，蚂蚁那么渺小，还会坚强勇敢的生活呢，何况菲菲啊。国伦说的对，去过好几次医院，那个贾大夫啊，还是那句话，他这个情况只能角膜移植，可角膜不是说有就有的，要排队。我想，齐航，你好歹是法院的大领导，我想，如果你能给医院的哪个领导打个电话，那礼物我都备好了。妈，菲菲，没关系。嫂子，这个事儿啊，恐怕有点难办。别说我不认识这个医院的领导，你就算认识，你像菲菲，她这种情况的人，在医院里边成百上千的都排着队呢，咱们去加塞儿不是特别好。哎呀，行了，办法会有的。嫂子，哎，咱们一起祝菲菲生日快乐，啊！你这又怎么了？齐大法官，这是我的私人空间，您不知道进门之前要先敲门吗？你又怎么了？齐恒，我问你，别人家亲戚都是亲戚，您齐大法官的亲戚就不是人了是吗？你什么意思啊？我姐嫁给你那是因为她倒霉，我作为你内弟，我也认倒霉。可是菲菲跟你有血缘关系啊，你又这么冷血，要像对我一样对她，她眼睛有残。你这个事儿跟菲菲的不一样，她角膜移植都找关系，不排队，给院长打电话，那其他排队的人怎么办？医院是不是乱了？社会是不是乱了？你这样能行吗？你就是一嘴炮亲戚，你去管那些官商病人啊，让他们不要去霸占稀缺医疗资源，就会管自己的亲戚。我明白了，怪不得想不到我姐呢，连自己亲戚都不管。你别动不动什么事儿都拐到你姐身上。我不想跟你说话了，请你出去。
制改革全省政法系统学习论坛。素衣山假日饭店周末2天自由报名。素衣山，这个周末那是不是有个美食节呀？是我听说那儿有个国际美食节，怎么样，去不去？去啊，必须得去。好，那么我从今天开始就不吃饭了，我准备到了周末好好吃它1顿。啊，不对，狠狠的吃它6顿。啊不，连上宵夜狠狠吃上8顿。8顿。牛挺好，我来报道了。哈，王默来了。